这里是秋天的喀纳斯，这里是秋的盛宴。如果你喜欢秋天的颜色，喀纳斯绝对是国内赏秋最好的地方之一。这是喀纳斯的早晨，神仙湾聚集了不少游客和马匹。我今年6月和9月分别来了一次喀纳斯，走了不少地方，里面很多经典的徒步线路也介绍给了大家。其实整个喀纳斯河沿岸都是徒步的好地方。今天带大家走走2个很小众的地方，可能一般的游客来的时间短，很难去这2个地方。第一个就是离神仙湾不远的鸭泽湖。本来今天也没打算走这段路程，只是早晨到了神仙湾又没有晨雾，想着干脆徒步往回走吧。这头奶牛可能身上痒痒了。从老村到鸭泽湖再到神仙湾的这段3-4公里路程，有很多的牛和马，正巧碰上了鸭泽湖上几只野鸭在飞翔。这个鸭泽湖其实很小，就像个大水潭，很多人都是坐着景区巴士匆匆看一眼，所以这条栈道上几乎没有游客。远处有一群马，看这个奶牛的一家子，小牛在吃奶。经过一条小路，往前走可以看到喀纳斯河。这段河水颜色挺漂亮。很快走到了喀纳斯的新桥上，这个就是喀纳斯的新桥。走完了神仙湾，经过鸭泽湖到喀纳斯新桥这一段路程，接下来去另一段路程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就是喀纳斯河徒步的终点岩画。首先来到了前往喀纳斯湖的栈道，这一段的徒步小线路900米，但是游客非常多，基本上来这里的都是旅行团的游客。很多人没有机会去徒步月亮湾到卧龙湾那一段，所以这一段相对也弥补了一点徒步的遗憾。前面就是喀纳斯的码头，这里的游船绕湖不到1个小时，大概120元。山上那个凸起就是观鱼台的亭子，码头上有一个巨大的鱼的塑像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喀纳斯湖水怪。现在离开了码头，继续往前走，往前走3-4公里，就到了喀纳斯湖比较著名的一个地方岩画。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这段徒步路线。
现在是9月底，这个时间对喀纳斯来说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。如果下一场雪，基本就入冬了。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没什么人，但风景非常美的地方。在路上也遇到1、2个游客，他们都没有走到岩画，而恰巧也竟遇到了一个应该算是粉丝吧，于是就一同前往岩画。感觉这里的栈道秋色更加浓一些，越往里走，黄色的感觉越来越多，慢慢的看到满地铺满了白桦林的叶子。在这样的地方徒步一点都不觉得累。前面开始上坡了，喀纳斯的岩画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登上小山顶，俯瞰喀纳斯湖。路标出来了，图鲁克岩画。其实来图鲁克岩画，不光看那个历史真迹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更多的是欣赏一路的美丽风光。据说这座山上的岩石都是1万年前形成的。而在山上更可以一览喀纳斯湖的全景。前面就到了这处图鲁克岩画遗址。这个岩画是刻在非常珍贵的一种岩石上，俗名是羊背石。图鲁克岩画被介绍的很少，据说是隋元时期的一些雕刻。看上面大概有2排，刻着很多羊、牛、马、鹿等等10几个图案。你能看得出来吗？这些形状是什么东西？这里的风景确实不错。从喀纳斯湖码头往这边走，大概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吧。我个人觉得这段轻徒步的旅程还是不错的，既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又可以看到图鲁克岩画，还可以登高看到喀纳斯湖，还有对岸的观鱼亭。还有一点就是这里几乎没有游客。现在结束了图鲁克岩画这一段的徒步。之所以拍摄这段视频，是因为真的绝大部分游客没有来过这里，可以看看视频参考一下。下一集去看美丽的禾木。